斗牛竞技场地区比赛最值得人们期待的选手如下：臭名昭著的迪亚斯海战 A 级战犯斩首者帽子哥，约塔玛利亚大船队提督杀戮支配者黄毛大叔，可以吐火的放火魔面具老弟，可以让人置换的咒术师羽毛头。除了雷贝卡之外的另一个女剑士头盔姐，而最惹人注目的选手就是白马卡文迪许。只见他上下翻腾，击败对手的同时还帮保持自己形象外表，玫瑰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虽然实力上卡文迪许还没遇到对手，不过不幸的是，在外表上居然有人斗胆来挑战，这就是自称美之赏金猎人的栗子头。这家伙一出场，现场的女观众们把原本属于卡文迪许的尖叫声送给了他，惹得卡文迪许十分不快。栗子头吹嘘道：“看到我这把纯黄金打造的斧头了吗？这都是我杀过的海贼们的赏金积累起来换的，这不是武器，这是勋章。”栗子头上下打量卡文迪许，露出闪闪发光的牙齿。只要能把这个2亿8千万贝利的人头拿下，自己就能换一把钻石长枪了。卡文迪许笑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鬼。只见白马小卡一个闪现冲过去，手中的宝剑一收，栗子头手上的斧头就碎成渣渣。栗子头本人也没能躲过去，重伤倒地。现场女观众立刻转而支持卡文迪许，一片尖叫声中，卡文迪许激动的泪流满面，张开双手大喊：“看到了吗，草帽，我比你更受欢迎。”然而场外的路飞根本没闲心理会卡文迪许，他的眼中只有努力对抗格鲁莱西者的雷贝卡。格林比特、藤虎死死控制着罗，多弗朗明哥拿着凯撒的心脏坐在一边，一脸痞帅。罗还想听听多弗朗明哥的故事，他想要争取一些时间，等到娜美等人赶来支援他。明哥嘿嘿一笑，自己才没有闲情雅致和这个小屁孩闲扯，现在自己只想赶回德雷斯罗萨去搞定草帽一行人。藤虎突然停下了手中动作，用看不到东西的空洞双眼望了一下远方，有惊雷声音，而且天空云朵的流向变了。明哥很惊讶，这家伙不是个瞎子吗？藤虎解释道，虽然自己看不见东西，但是凭感觉去感知，这种本事还是有的。罗心中一颤，草帽团的娜美可以操控天气，莫非他们已经到了？凯撒从草丛中蹦出来，请求明哥将心脏还给他。明哥看了看手中的心脏，又看了看罗，表示怀疑。罗直接说：“我可没告诉过你，你抢回去的是凯撒的心脏。”明哥狠心一把捏下去，果然凯撒没什么事儿。远处的一个海军突然手捂胸口，惨叫连连。藤虎，你可要控制好手中的重力，因为我要溜了。罗冷漠地说一句，突然开启入目屠宰场，罗瞬间消失，代替他的是一块石头。明哥和藤虎都没有回过弯来，罗已经拿到了自己的鬼裤和自己的帽子，抓着凯撒溜了。明哥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凭罗所剩无几的能量，明哥有把握在他离开格林比特前干掉他。在格林比特岛不远处的海面上，娜美等人驾驶着桑尼号赶了过来。突然船身一阵晃动，娜美等人被震倒在地，水下面是成群结队赶过来的斗鱼群，正对着船身发起围攻。乔拉吓得连连尖叫，这可是连军舰都能击沉的杀人鱼。因为桑尼号距离小岛太近，招惹到了斗鱼群，被斗鱼当成了攻击目标。娜美等人也吓得失声尖叫，叫声引起了岛上明哥的注意力。本来罗的计划是将明哥引到大桥上，从桥上将凯撒丢出去，扔到桑尼号上，然后自己留下来拖住明哥，和明哥在桥上干一架。这下明哥发现了桑尼号以及上面的娜美一行人，看起来他们更好欺负一些，而且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来接应罗的，只要把他们干掉了，罗还能跑哪儿去？明哥嘿嘿一笑，丢下罗向桑尼号冲过去。斗鱼群轮番撞击桑尼号，娜美几个人不断尖叫。突然斗鱼群集体撤退，不知所踪。小白用望远镜看了一圈，发现斗鱼群属实不见了，而天空中飞来一个比斗鱼更恐怖的东西，那就是明哥本人。娜美抱着乔巴吓得大哭，明哥漂浮在桑尼号上面，做出了准备攻击的手势。好好看着吧，罗，看看你的盟友是如何惨死在我的手上的。罗想上前阻止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山治从远处赶来，一招恶魔风脚踢到了明哥的腿上。没看到我的伙伴都吓哭了吗？离他们远一点。明哥愣了一下，随即嘿嘿一笑，终于来了个能打的。山治一个侧踢，明哥侧身躲过，反手一个五色线将山治割伤，然后向娜美等人冲过去。山治继续弹跳飞起，对着明哥一顿恶魔风脚猛踢。明哥用自己的羽毛大衣挡了下来，山治越踢越猛，但根本破不开明哥的防御。明哥手指微微一动，山治突然停下动作，身体不知原因的无法动弹。桑尼号上，乔拉见此情景哈哈大笑。山治中了明哥的能力，现在他就像是蜘蛛网上的昆虫一样，只能等死。明哥一手控住山治，另一只手的手掌中伸出一条长鞭，瞄准山治抽了过去。如果这一鞭子抽中山治的身体，估计山治当场就要身首分家。入目
罗一个瞬移将自己和明哥换了位置，然后抓着山治闪现到了船上。明哥一鞭子抽出去，发现自己的位置被置换了，这一鞭子抽到了德岛上的一栋房子上。明哥皱了皱眉头，心情十分不爽，立刻转身向桑尼号上飞来。罗让娜美即刻启程前往卓武，他会和路飞等人随后赶过去。娜美不同意，船长路飞不在，他们怎么可以随便起航？这可不符合规矩。罗想要说服他们，突然一声巨响，一个巨大的阴影向桑尼号上面压过来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军舰，而且在桑尼号的正上面，几颗硕大的陨石砸了下来，前面还有明哥的袭击。娜美见此情景，立刻举手表示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启程了。草帽团现在改名为卷毛团。山治很疑惑，草帽团和罗的同盟最终目的是凯多，山治搞不清楚罗为什么对多弗朗明哥如此的执着。罗皱皱眉头，没有说什么。眼看陨石就要砸在桑尼号上，罗手指微动，指挥棒将陨石调转了方向，砸向了军舰上。明哥再次甩出鞭子袭击桑尼号，罗上前一步，用自己的鬼窟挡了下来，然后嘱咐娜美他们立刻起航逃走，而且一定要走没有云的地方。明哥是线线果实能力者，他就是利用线抓住天上的云实现飞行的。如果没有云，明哥就无法追击他们。乔巴紧紧握住船舵，启动了风来炮。罗为了防止明哥穷追不舍，将乔拉抓过来，用剑抵在乔拉的脖子上。明哥虽然是个大反派，但是也有让人敬佩的地方，就是对自己的手下都非常有义气，都当做自己的家人对待。手下的生命对明哥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随便抛弃的。看着乔拉被当成人质，明哥咬咬牙停在半空中，眼看着乔巴驾驶着桑尼号逃出自己的视线。乔巴等人溜了，罗带着乔拉独自一人在大桥上等待着单挑明哥。明哥没有让罗失望，放弃了追击山治一行人，来到大桥上找罗干架。从罗和明哥的对话中可以看出，罗和明哥二人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些爱恨情仇的纠葛。罗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打算和明哥同归于尽，他向草帽团提出联盟，就是希望能借草帽团之手毁了明哥的工厂，而自己则寻找与明哥单挑的机会。假如自己没能将明哥干掉，那么如果明哥的斯宾利工厂被摧毁，明哥本人也会被凯多杀死。这就是罗的目的，用自己的命换明哥的命。罗将自己的佩刀戳在地上，直言道，虽然我很想看着你死后乱作一团的世界，但是比起这个，我更想把13年前的事情做个了断。13年前的事情，明哥嘿嘿一笑，你做的这些事完全就是在泄私愤。罗手掌一开，大吼一声，我就是为了完成那个人的夙愿才苟活到了今天。罗一刀劈向明哥，明哥张开数条看不见的线，将罗的刀锋挡了回去。线能力弹开，将跳上空中的斗鱼切成一块块的鱼肉段。罗提刀闪现到明哥身后，手中鬼窟挥出去，明哥一个侧空翻躲开。罗再刺出一刀，与明哥射出来的线对撞，大桥受到刀锋影响，碎成一节节。斗牛竞技场的外面，索隆和姐妹们找到这里，打算和路飞联络，但无奈竞技场的外面都已经封死，他们根本进不去。巧的是，巴托正好从竞技场的第2层经过，无意间看到了索隆，立刻激动的不能自已。那就是被人称为草帽团2把手的索隆前辈，真人可比照片帅多了。索隆也注意到了巴托，大声呼唤这个看上去可疑又奇怪的陌生人，想问问他如何才能进入竞技场。巴托激动的双腿发抖，泪流满面，自己的偶像居然和自己主动说话，如果不是这一幕就出现自己眼前，自己肯定还以为是做梦。索隆一头雾水，这傻子是怎么回事？警卫们也莫名其妙，看来这人是兴奋的不能自已了。索隆叫停巴托，时间有限，你先不要兴奋了，我们怎么才能进到竞技场内？巴托激动的痛苦流泪，嘴唇发抖，舌头直打结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弄明白了索隆等人的来意后，巴托稳了稳情绪，脱口而出说道，如果我找到路飞前辈，请帮我签个名。索隆回应道，那就拜托了。巴托的眼泪一下子又飙了出来，一溜烟的跑了，就算是拼上性命也一定要把路飞前辈找过来。索隆一头雾水，倒也不用这么拼命吧。巴托在选手后台一阵寻找，并没有找到路飞前辈，却无意间看到了一条通向地下的楼梯。巴托顿时起了好奇心，顺着楼梯走了下去，发现这里居然是专门给竞技场打败仗的人疗伤的地方。巴托这个碎嘴在这里对着那些输了比赛的伤员一顿嘲讽，气得大家站起来就要揍他。巴托哈哈大笑，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离开。医疗室的大门打开，里面一个医生模样的站出来，喊着老蔡的名字。这里的伤员们都按照编号排成队，先后顺序进去进行治疗。老蔡走进医疗室，被安排躺在一个病床上。一个医生说了一句治疗开始，有人拉动机关操作杆，病床突然打开裂缝，老蔡一阵尖叫掉了下去，顺着一个管子掉进了一片废墟中。在这里，老蔡不仅看到了自己的爷爷青椒，还看到巨人海尔丁和其他的战败选手。经过大家的说明，老蔡听明白了，原来
所有的竞技场比赛输掉的人都会被扔到这里来，多弗朗明哥根本不会给他们治疗，他们其实都中了多弗朗明哥的圈套。竞技场内的战斗十分火热，卡文迪许一边应付自己的对手，一边观察雷贝卡。雷贝卡的水平已经远超了一般剑斗士的水准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明明雷贝卡有许多反击的机会，却从来不主动发动攻击，而且这个姑娘一直在后退，眼看着就要退出场外了。这时有一群人围在雷贝卡左右，看上去是打算群起攻之。卡文迪许场外的路飞同时给他捏了一把汗。不过剑斗士休息室那些了解雷贝卡的人却另有看法，这是雷贝卡的一种战术，制敌非常有效。雷贝卡推到擂台边缘，对手们一声大喝冲上来，雷贝卡手中长剑一挥，一招将对手们甩出场外。那些袭击雷贝卡的选手纷纷落水，淘汰出局。雷贝卡的战斗招式就是这样，只用手中的长剑袭击对手的武器，将他们打出擂台外就可以了，从不伤害对手。这就是雷贝卡非常有名的招式背水剑舞。比赛至今为止，雷贝卡从来没有伤害过一次对手，也从来没有挨过一刀一剑，被称为不败之女。雷贝卡这样完全是遵照了母亲的意愿，不要伤害任何人。但是观众们并不理解雷贝卡的用意，因为他的战斗不精彩不见血。观众们一边做出鄙视的手势，一边不断的发出嘘声。主持人更是直言道，自己一点不喜欢雷贝卡，因为他的作战方式丝毫没有美感。雷贝卡强忍着心中的委屈，在没人支持的情况下，坚强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，只为了能够得到讨伐明哥的势力，一雪前耻。除了雷贝卡，其他几个相对比较有实力的选手也在不断的淘汰酱油们。擂台上的人数越来越少，其中一个比较惹眼的选手就是南国马基亚卡王国军队长卷发哥。卷发哥干倒了一堆对手后，跑到场边来迎战雷贝卡。据说这个家伙的握力超过500公斤，一旦被他抓住，必然是粉碎性骨折。雷贝卡利用自己的移动速度想溜走，但是这个大块头对雷贝卡紧追不舍，看样子势必要把雷贝卡逼入绝路。经过一番周旋，卷发哥终于抓住了雷贝卡，观众们爆发出一阵阵欢呼的喝彩声。卷发哥手指用力，雷贝卡立刻发出尖叫。雷贝卡越是惨叫，卷发哥越兴奋，手上的力量逐渐加大，一点点的将雷贝卡的骨头捏碎。就在雷贝卡即将败下阵来的时候，另一个女剑斗士头盔姐赶过来，一刀砍向卷发哥，将雷贝卡救了下来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头盔姐会出手相救，雷贝卡还是充满感激。头盔姐告诉雷贝卡，想要烧烧果实的话，就打起精神来。卷发哥上前猛攻头盔姐，头盔姐一手拿剑，一手拿着头盔，但是在力量上，头盔姐还是略输一些，被一拳打倒。雷贝卡看准机会，冲上去踩在头盔姐的后背上，在空中一个空翻，跳到了卷发哥的后面，然后用长剑将卷发哥绊倒。卷发哥跌跌撞撞冲上前，随即跌入水中，淘汰出局。雷贝卡打败了对手，观众们一阵嘘声。这时一大群的龙套剑斗士冲上前来，头盔姐拿起武器挡在雷贝卡前面，告诉雷贝卡，你一定要进入决赛。场外的路飞持续关注着转播，看到雷贝卡频频打败对手，高兴的大声助威，准备出去找个视角更好的位置继续给雷贝卡加油。路飞离开剑斗士的休息室，推开大门，迎面看到了脑残粉巴托。巴托看到路飞的那一刻，眼珠子几乎飞了出去。我是剑魔君，咱们下期见。